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4月9日星期四，佛历5月下初七，万象晴，25到3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07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8.36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98 基普，涨幅 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217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综合指数呈现窄幅震荡走势，最终微幅收涨。大盘报收 1361.98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2.04 点，涨幅为 0.15%。全天指数在 1342.99 至 1361.98 点之间波动，收盘价即为全天最高价。全市场成交量为127万0500股，总成交额约为 21.08 亿基普。较昨日活跃度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20亿基普台阶之上。昨日市场个股涨跌互现，但上涨个股在数量和力度上略占优势。老挝农业表现最为亮眼，大幅上涨130基普，收报2040基普，不仅收复了昨日跌幅，更创下近期新高。外贸银行作为权重蓝筹，今日继续稳健上涨30基普，成交量达26万6700股。持续发挥大盘定海神针的作用，浦西开发止跌回升，上涨30基普。中老证券成交极其活跃，成交量高达45万7200股，股价微涨5基普，显示出资金对低价券商股的高度关注。老挝石油延续了昨日的弱势，今日再度大跌250基普，收报3000基普关口。尽管成交量依然巨大，但资金流出迹象明显。老挝电力和萨万尼也出现小幅回调。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275万5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51万9000基普，跌幅 0.9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4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5124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4088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1410基普，跌幅 2.68%。普通汽油价格下跌1560基普，跌幅 3.68%。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泰签署打击人口贩运合作行动计划。近日，老挝与泰国在曼谷举行了第5届人口贩运受害者救助管理会议，双方代表团回顾了往届合作成果，重点起草了2026到2030年第3阶段共同行动计划。报告显示，过去1年双方协作帮助14名老挝籍和1名泰国籍受害者安全回国，并在法律诉讼、民事索赔及经济补偿方面提供援助，为确保受害者能正常融入社会。双方还提供资金支持与短期职培，以防再次受害。会后，双方团长共同签署会议纪要，明确了未来5年在打击人口贩运及保护受害者方面的合作方向。2. 万象市塔考供水厂启用。4月7日，万象市塔考村供水厂举行启用典礼。由于万象市当前供水能力仅能满足 50% 的需求，市政府引入社会资本，由老挝管道工业技术独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厂，日产能达2万立方米。该厂主要通过万象市自来水公司向塔兰湖经济区各大购物中心、医院及周边10余个村庄供水，重点缓解偏远地区和商业核心区的用水紧缺问题。3. 老挝啤酒助力绿色农业升级。老挝啤酒有限公司近期推进干季稻收割。该项目通过推广干湿交替种植技术和再生农业理念，已覆盖400多户农民及600公顷农田。干湿交替种植技术不仅能节水 30%， 还能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项目严格执行农业规范和有机标准，
旨在提高产量、修复土壤并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业规范水稻已用于生产普通老挝啤酒，而有机水稻则专门供应老挝绿色啤酒的生产。4. 工贸部悬贯中小企业技术升级资助政策。4月8日，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企业推广基金在万象举办规章宣贯会，中小企业推广局局长马尼峰勒塞主持会议，115名来自促进机构及企业的代表参会。会议重点解读了技术项目资助条例及技术升级配套资金指南，其核心目标是指导中小企业如何按照基金的阶段性目标与条件，规范撰写项目申请书。此举旨在帮助企业顺利获取资金支持，以引进先进技术，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推动老挝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化转型与竞争力提升。5. 甘蒙省依法销毁非法及过期商品。4月7日，甘蒙省工业与贸易厅举行了违法违规及非法进口商品销毁仪式，这些物资是省贸易检查人员此前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查获的。甘蒙省工业与贸易厅副厅长万通布宋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仪式。此次销毁的商品共计14类，总价值超过 1.04 亿吉普，具体包括非法进口的撒丁啤酒347件，走私香烟141条，卫星电视接收机顶盒7台，以及8种已过期的日用消费品。6. 联合发展银行与老挝外贸证券深化合作。4月6日，联合发展银行与老挝外贸证券签署协议，正式委任其为财务顾问。根据政府令要求，联合发展银行计划在2026年将注册资本由7500亿基普提升至1万亿基普，并将开创先河，利用股本溢价向原股东发放红股，实现增资。此外，联合发展银行获认为老挝外贸证券的结算代理银行。此项合作实现了银行账户与证券交易的互联互通，联合发展银行储户未来可通过手机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强化银行资本实力，提升信贷能力，并利用金融科技创新推动老挝资本市场的持续增长。7. 志愿者爱心送水驰援老挝冰雹灾区。近日，占沙旺村及万康村遭强冰雹袭击，导致断水。一支志愿者团队连续2天深入灾区运送自来水，缓解了民众的用水危机。目前团队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车辆油费已接近枯竭，恐难以完成预定的7天援助计划。志愿者团队恳请社会各界支持，通过捐赠车辆燃油、水管或相关供水设备，帮助他们继续留守灾区开展救援，确保受灾群众在灾后重建期间拥有基本的用水保障。8. 华库市场抢劫嫌疑人因病暴毙而非围殴致死。4月2日，万象华库市场发生一起抢劫案，引起社会热议。塞瑟塔县警方于4月8日澄清，嫌疑人与受害者系市场同行，因多次借钱遭拒后实施报复性抢劫。案发时，嫌疑人试图勒喉并殴打受害者，受害者挣脱呼救，随后民众在巷内将其抓获。针对此前嫌疑人被民众围殴致死的传闻，警方表示，死者身上无暴力殴打痕迹，其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系因抓捕现场情绪激动引发猝死，目前案件已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